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咁之前就同大家提過啦，就會同大家講下呢一個淄博燒烤嘅事件啊。咁淄博燒烤大家都知啦，好出名啦。咁之前呢，喺5·1嘅時候係紅咗幾個月，但係其實嚟到而家今時今日啦，淄博燒烤已經叫做退咗燒啦，退咗溫，降咗溫啦。咁但係佢仲有冇可能係翻紅呢？點解我會咁講呢？因為淄博燒烤，香港特首李家超有提過要同佢取經喎，但係你而家要同人取經嘅淄博燒烤，佢係出現咗一個大規模嘅倒閉潮喎，甚至乎之前有唔少嘅城市係叫做去咗淄博嗰度取經嘅，仲有人感嘆啊，話中國咁多旅遊城市，竟然呢，你哋打唔過一個老牌工業城市。咁其實頭先都講過啦，淄博作為一個3線城市啊，其實佢嘅能量都非常之有限㗎。如果仲話想改變同行，都唔係咁容易。更何況淄博呢個熱度已經減得好犀利㗎啦，有唔少嘅燒烤鋪而家喺度倒閉同尋求轉讓啊。而根據數據顯示，淄博燒烤嘅關鍵詞咧係得翻巔峰期嘅1%咋，即係得翻1%啊。咁我見到其實佢又減溫減得好犀利啦。咁啱啱先見到希望嘅淄博，而家點算好啊？而淄博其實而家係研究緊佢第2輪嘅原地升級。而今年嘅5·1啊，淄博當地嘅便民市場以每一日19萬嘅客流量，係輕鬆打贏一啲老牌嘅5A 級景區。而呢一個便民市場8大局嘅商鋪亦都係紛紛轉型啦，全部開始賣炒鍋餅啊、紫米餅啊、牛奶棒，總之咧就係賣手信，然後臭豆腐啊、竹筒奶茶呢啲網紅小食全部都入晒去啊。而呢一個就只係淄博嘅一個縮影，因為係一個亂象嚟嘅。咁根據大陸嘅資訊所顯示，過去3個月淄博燒烤嘅相關企業一共係新增咗449間，而舊年1年啊，淄博未爆紅之前啊，關於燒烤嘅相關企業都只係全年增加到400幾間啊。咁你又睇得出3個月就可以開到全年嘅數量啊，係有幾多人入去想揾快錢啦。咁但係啦，人流量減少，其實首當其衝嘅就係呢啲想揾快錢嘅商鋪。喺5月底就已經有網友發影片，仲有8大局嘅臭豆腐店已經關門大吉，淨係開得1個月。去到6月啦，更加係有唔少嘅影片就話連燒烤店嘅生意都一落千丈。咁當地有啲燒烤店主就話啦，有時候啊，去到6點幾啊，係一個客都冇㗎。咁當時火爆嘅時候啊，每一個鐘咧都係坐到滿人嘅。而有一啲當地嘅主播亦都表示，佢5月直播嘅時候咧，每日嘅在線人數幾乎都衝破2萬人啊。而家直播間嘅在線人數係維持3位數，甚至乎係得返2位數。咁跟住落嚟嘅嘢，大家又估唔估到會發生咩事呢？就係喺大陸嘅5百同城嗰度啊，已經出現幾百條嘅淄博燒烤店轉讓信息啊，轉讓費用多數10幾萬左右啦。而根據央廣網嘅報導啊，有一啲尋求轉讓嘅燒烤店主仲講到，只要你係誠心想要嘅，個價格仲可以再低啲㗎。燒烤慢慢退燒啦，好多人呢就做出咗及時止損嘅決定啊！你只要打開二手平台，曾經有錢都買唔到嘅燒烤爐同埋做餅嘅機器呢，係多到嚇死你嘅。而作為淄博嘅靈魂，就梗係燒烤啦。而呢一類嘅小餅呢，就係配埋燒烤一齊食嘅。咁佢喺當時呢，仲係頂流嚟㗎，流量嘅頂流啊！去到4月底，佢喺淘寶上面嘅搜尋量係暴增3000%，而生產呢啲小餅嘅設備由10幾萬俾人炒到40-50萬，然後就呢班廠家係咁整機。有業內人士提到啊，淨係張店區已經有100間做淄博小餅嘅廠家，而以前嚟講，成個淄博市不過係50間左右啊。咁呢啲機器係多得好犀利喎，廠家係暴增咗起碼1到2倍喎。咁根據媒體最新嘅報導啦，呢一類小餅嘅價格由巔峰時期嘅3蚊、2蚊一包，已經係跌到去1蚊一包。咁當地一啲嘅老牌小餅鋪價喺4到5月咧係狂賺過百萬利潤啊，去到6月利潤已經係跌到不足10萬。咁同一時間啦，
淄博玩完呢個言論呢，亦都係網上邊瘋傳啊，令到嗰啲一早決定避開人流、錯峰出行嘅網友都想去嗰度試一試，只不過佢哋如意算盤可能要落空啦。咁點解呢？因為淄博嘅政府呢，唔會俾佢哋呢一個咁樣嘅旅遊業就死亡嘅。譬如啦，淄博嘅馬曉女書記曾經俾出4條工作指導方針，包括係誰影響外地旅客嘅心情就得改進，做呢啲唔管乜嘢框框條條啦，乜嘢可以令到老百姓賺錢就做啲乜嘢，乜嘢阻止老百姓賺錢就剷除啲乜嘢，所以就見到淄博開通咗燒烤專列，嚴禁酒店無理漲價，3日整好一條通往燒烤園嘅路，20日建成一座大嘅燒烤城啊！同時又推出咗燒烤類食品經營許可審批嘅綠色通道，最重要嘅就係銀行都推出咗燒烤貸啊！咁而家有唔少嘅燒烤店倒閉同轉讓啦，呢啲曾經全網叫好嘅措施，就俾一啲專家叫佢做雙刃刀啦。咁呢啲措施的而且確係可以令到燒烤行業好蓬勃咁發展嘅，但係佢忽略咗一樣嘢，而呢一樣嘢唔係個個都咁容易注意得到，就係網紅經濟個生命週期係好有限㗎，快嘅話1個月玩完，長嘅最多都係玩1年。所以你見到大陸有好多網紅店呢，其實佢1年左右就已經拜拜，係冇熱度㗎啦。咁即係話淄博而家係為咗捉住僅有嘅流量呢，佢做嘅嘢係有啲冒進急進啊。咁樣嘅觀點大家唔知認唔認同啊？其實就算冇淄博貸呢個措施，其實一心想喺淄博燒烤熱潮度賺錢嘅人呢，係會諗其他辦法嘅。新嘅燒烤店仍然都係會咁樣衝出嚟，甚至乎政府如果冇做呢啲措施嘅話，有一紮冇牌照嘅燒烤店出嚟，咁政府點監管呢？咁所以牌照綠色通道呢一樣嘢係做得唔錯嘅。咁仲有佢起一個燒烤城啦，叫做燒烤區啦，集中管理呢啲燒烤鋪頭㗎。而淄博最火爆嘅時期就係5一假期啦，淄博站5日發送旅客24萬人次。去到6月嘅下半月，端午節假期發送旅客都有18.9萬人次。咁有一個8大局嘅文化局市場工作人員就講到啦，佢話熱度一定係有上有落啦，但係而家比起淄博當時未受關注之前，人流係多咗10倍有多㗎。即係話雖然係冇當時咁火爆，但係而家對佢嚟講呢，都係10倍咁升啊！去到7月7號啦，咁其實大陸嘅央廣網記者亦都採訪咗燒烤店嘅老闆啦，得出2個關鍵信息：一呢，就係當地老牌嘅燒烤店營業額變化唔會太大嘅，你執笠嘅都係新鋪。第二，燒烤本身有季節性，夏天係打擊咗唔少人出門食燒烤嘅意願，咁但係5月份都仍然係夏天嚟嘅，都熱嘅。咁不過佢點講，我哋點話翻你知啦。咁當然講翻淄博個問題啦。咁其實而家係有佢未紅之前嘅10倍流量啊。咁如果你話有咁嘅成績，係好大程度歸功於所謂嘅冒進政策啦。而淄博其實當地嘅領導都知道，淨係靠燒烤係冇辦法持續吸引到人留住人嘅，呢樣嘢心知肚明㗎。所以佢哋一直喺度升級旅遊市場啊。譬如係推廣淄博家嘅活動，即係話淄博燒烤同音樂節嘅結合啦。咁呢個呢係一個好典型嘅活動嚟嘅，係咪係一個最易做嘅活動？而最近啊，原來淄博市嘅燒烤協會都通過對外授權，就諗辦法令到淄博燒烤走出去，融入重慶、貴陽、岳陽等等嘅城市活動，放大影響力啊！再譬如啦，佢係推出各類消費嘅新 IP 啦，令到旅遊體驗更加有差異化。於是乎，淄博嘅非遺文化集市就成為咗新嘅頂流啦。3甲嘅醫院專家組團頂住個大太陽，為啲人民免費義診，當街把脈。呢一個呢，就係淄博嘅中醫牌啦。咁然後又請咗啲美術家協會嘅大師喺大街上邊幫啲客畫線啦，100幾廿蚊，甚至乎周易算卦都有埋俾你玩啊！咁而家淄博佢個打法呢，就可能呢叫做要撇離呢個網紅經濟，就要結合其他產業去增加佢競爭力咯。所以
淄博個熱度係幫到佢嘅，但係把唔把握到，可唔可以轉型到，或者將呢啲流量流到幾多，就要睇佢做法啦。咁其實淄博本身咧係一個傳統嘅老工業城市嚟㗎，係需要轉型先可以令到啲年輕人留翻喺度㗎。咁淄博嘅燒烤火紅咗之後，當地政府係提供咗好多好到位嘅服務同保障，同埋提升城市形象。咁呢一點係幫到好多從事燒烤嘅人，或者係有意進入燒烤嘅人。咁當然啦，你火完一輪之後，一定係汰弱留強㗎，個成果都好顯著嘅。而且淄博咧，佢係有去其他城市取經嘅。佢哋喺5月份去咗合肥同柳州去取經。咁根據數據顯示，合肥係過去10年 GDP 增幅最大嘅城市，係去到213%。咁所以佢哋就去取經，去了解到底人哋係靠啲乜嘢方法令到自己當地嘅 GDP 成長得咁犀利。而喺2022年人口增量最多嘅3座城市，合肥同樣係榜上有名啊。而合肥點解會崛起呢？好多人就覺得佢係喺度賭運氣。咁點解呢？因為合肥佢壓住落去京東簽約比亞迪，接盤蔚來汽車，呢啲全部而家睇翻都係一啲大企業嚟㗎。而淄博嘅馬書記總結啦，佢話合肥個戰略定力強啊！歷屆市委市政府係一任接着一任幹，一張藍圖畫到底，成就咗而家嘅合肥啊！亦都係探索實施咗以投促招、以商招商嘅新模式。而同樣都係老工業城市嘅柳州，對淄博嘅借鑑意義更加大啦，因為淄博都係老工業城市嚟㗎嘛。喺2022年，柳州螺螄粉全產業鏈嘅銷售收入去到600億，同比增長19.8%。而柳州螺螄粉嘅成功秘訣就係工業化、精細化。2014年，柳州就開始生產袋裝螺螄粉。柳州仲有螺螄粉工程技術中心、螺螄粉產業學院、螺螄粉研究學會，總之同螺螄粉有關嘅，佢哋都係有研究嘅。咁當地就授權柳州海吉星為國家級現代農業產業園螺螄粉原料集散中心。全國超過70%嘅螺螄粉原料都係嚟自呢度㗎。咁你理解得到點解螺螄粉全產業鏈嘅收入係可以去到600億咁多啦？咁所以淄博而家有思考啦，點樣工業化思維去發展餐飲服務業？咁即係話呢，而家淄博係諗緊點樣轉型，或者係 keep 到最大嘅熱度留喺佢哋嗰度。咁香港之前同大家講過啦，話李家超阿特首就打算去借鑑淄博個經驗。咁李家超亦都提到，佢話山東嘅淄博燒烤喺全國風行啊。香港唔少政商界嘅朋友都留意到呢一種風潮，係為刺激香港夜間消費市場提供好多嘅靈感啦。咁所以咧，李家超個意思就應該係某程度上係想借鑑淄博嘅成功例子。咁借鑑佢成功例子就可以為自己咧個夜經濟打好基礎。但係呢一點咧要考慮翻，其實香港係一個金融城市嚟嘅，金融中心嚟嘅，去搞咁多燒烤旅遊業。咁其實呢啲係唔係真係可以賺到咁多錢呢？咁甚至乎而家嘅淄博燒烤已經係退咗熱度噶咯。如果係按照阿李家超所講，要參考淄博燒烤，俾你做到佢某一個程度、某一個 percent 比例啦。但係退潮一定會有嘅噃。退潮之後嗰一個執笠潮、整頓期，香港有冇能力可以好快速咁樣去處理得到呢？呢個係疑問嚟㗎。仲有淄博燒烤之所以成功，就係佢哋當地嘅政府部門好大力去支持推動呢一樣嘢。但係香港有冇一啲地方可以俾佢哋做到燒烤城啊？各類牌照啊、租金啊、各方面嘅嘢，可唔可以同人哋有得揮呢？淨係呢啲點其實已經係一個難題嚟㗎啦。咁所以如果真係要抄淄博燒烤嘅話，咁可能香港真係要考慮清楚同計好個得失啦。與其去做淄博燒烤嘅話，不如睇下點樣搞翻生嗰個金融市場仲好啦。好啦，咁今集呢，同大家睇咗呢一個淄博嘅現況啊，或者各方面資訊啦。咁大家有咩想講，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